你有没有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，特别想打断别人，但是却一直在忍耐，好几次话都到嘴边了，都没敢说出来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拒绝别人就这么难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为什么别人就可以张嘴就拒绝？为什么到了你这里就卡住了？不管你做了多少心理建设，它就是跨越不了那个界限。最终你可能就吐出来一个字：好，行。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？害怕别人说你自私？害怕对方失望？害怕别人说我们冷漠？还是害怕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印象变差？又或者是害怕对方生气，觉得对不起朋友？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。本期的内容可以协助你做更好的心理建设，下次再遇到类似的问题，你就可以轻松的说不，勇敢做自己。我们总是默认拒绝会得罪他人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因为你的拒绝而跟你翻脸的人，他们真的把你当朋友了吗？他们会不会根本就没把你当朋友，只是看重你的能力，看重你能不能满足他的需求？你把这样的人当朋友去真心相处，你不吃亏谁吃亏？真正尊重你的人，理解你的人，他有自己的边界。就像朋友约你周末聚会，你说这周太累了，我想休息。真正的朋友会说，那你好好补个觉，我们下周再约，而不是你是不是不想理我？真正把你当朋友的人不会轻易要求你去替他做点什么，同样的，你也不会让他去帮你做点什么。所以反过来想一想，如果一段关系需要靠你无底线的妥协来维持，那这种关系它本身就失去了意义。所以拒绝其实就是在帮你筛选，留下那些尊重你的边界的人，筛掉那些只懂得索取的人。还有一种情况是，我们总喜欢把别人对我们的认可当作自我评价的唯一标尺。如果你拒绝了他，他就觉得你不够好，你就是个坏人。那按你这个理论来讲，那你满足的人越多，那你就是越是个好人，对不对？在当下这个社会，好人两个字代表着什么？就好像你去相亲，人还没到媒婆说这个人呢长得一般般，最大的优点就是老实。你会怎么想？一个连自己都不尊重的人，别人怎么可能会尊重你呢？帮助别人的前提条件是你有多余的时间，多余的精力去帮助其他人，而不是别人提出要求的那一刻，你已经在想拒绝和不敢拒绝之间反复内耗，最终做出决定，帮还是不帮？别人找到你，对你提出要求，这本身就说明了什么？这本身就说明了你的价值。你完全不需要通过透支自己去证明什么，去证明你是一个好人。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问，这个不字应该怎么说才能让自己心安理得？很多人说不，他会陷入一种补偿心理，就是我拒绝了他，是不是要解释一下？你完全不需要过多解释，解释太多了反而给对方留下反驳的空间。比如朋友约你周末聚会，你是一点都不想去，你解释说我这周太累了，我要休息一下，我还有其他工作要做。对方可能会说累了刚好出来放松一下，工作的事情明天做也来得及啊。然后你就陷入了拒绝的内耗之中。所以拒绝一定要果断，哪里有那么多理由，哪里有那么多借口？借口如果你找的不合适，反而会让对方觉得你很敷衍。与其那么费劲咱脑子去想个理由，不如直接坦白，我做不到，怕耽搁了你的事情，或者说我的时间已经安排满了，我没有办法调整呀，又或者说这不符合我的原则，我不能答应。其实说不跟说脏话一样，
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情。你想想，每一次拒绝以后，你都可以轻松地挨在家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没有内耗，没有赶时间，没有工作压力，享受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。你离真实的自己越近，你的身心就越放松，你就会越健康。你摆脱了靠妥协维持的脆弱关系，筛选出相互尊重的真正的朋友，你获得了人生的主动权。你从被动的去应付转向主动选择，从被他人定义转向自我掌控。你告别了内耗，活出真实的自己，健康的自己。这样的状态还不值得你说一声不吗？